大家好，我是 K 君。本期视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来自波兰的小制作组的野心之作《无痕圣杯：阿瓦隆的陨落》。这是一款建立在广受好评同名桌游世界观下的第一人称 RPG 游戏。这款游戏目前还在 Steam 的抢先体验阶段。不过呢，现在刚好迎来正式版前最后一次大更新，游戏开发方就送了我一份游戏，希望呢我能做一个评测视频。我也是盯了这个游戏很久了。亚瑟王版的上古卷轴名号也是听说过的，所以呢就一拍即合赶紧下来玩了一下这一玩呢我就又沉迷了。事先声明一下，开发方除了送的游戏之外呢，并没有给我任何其他的报酬，也没有对我的评测做出任何的要求我感觉这也是他们对自己游戏品质比较有自信的一个体现所以呢基本上我是实际上怎么想就会怎么说。不过呢，因为我没有玩过之前的游戏版本所以呢，我是以一个新玩家的视角出发，把这个 0.9 版本作为一个整体游戏来做评价。先来说一说我的第一印象吧。这款游戏是以魔改版的《亚瑟王传说》为主线剧情，然后呢是一款经典的开放世界 RPG。为什么说是经典呢？就是相比于育碧那种毫无乐趣的罐头世界，本作呢更像是让人欲罢不能的上古卷轴系列尤其是一开场对于世界观背景以魂系风格的开场白简单介绍之后呢，我们的主角就出现在了一个监牢之中当年湮灭的既视感扑面而来同时呢，这一个地牢阴郁的风格还勾起了不少黑暗之魂第一代的美好回忆。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款有古风的游戏。仅仅在序章的部分我就在探索地牢的时候找到了那种熟悉的感觉。这个是在湮灭、天际、巫师3以及最近的天国拯救2当中都能感受到的自由度，经由游戏中随处设置的小奖励和小秘密来维持我对未知地界的好奇，以及那种强烈的想要把整张地图舔干净的冲动。下面呢，我就再从不同的侧面更详细的给大家讲讲我的体验。首先呢，是关卡设计与探索体验。我感觉这是游戏中最为重要也是最吸引我的部分。这里呢，就拿序章的地牢来举例子，因为它是游戏的第一个关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同时呢，也是我花费了最多时间去探索的地方。作为游戏一开始的舞台呢，这个关卡需要结合玩法教学与背景介绍，所以呢，本游戏中几乎所有的系统都在小小的这1个小时就能通关的关卡当中出现了，并且各种玩法系统在位置的安排上也比较合理，并没有那种强行堆砌的感觉。这个关卡的主线任务呢，只需要沿着主路走到底就可以完成。这条路在视觉设计上也是比较明显能分辨出来的。不过呢，这条主路上分出了许多的支路，而这些支路呢就各有千秋了。有些引入了游戏的玩法，比如说这一条你一出牢房门就能走过去的，和主线完全相反方向的道路，它呢是一条死胡同，但是在其尽头设置了一个烹饪锅，对食物以及烹饪系统进行了引入，让玩家了解并且获取最基础的回血道具。而本关卡对这条道路的引导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它呢在主线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个强制的战斗，而这个时候呢，对于一个还不熟悉战斗系统的玩家，同时呢又没有回血的手段，这个敌人其实是很难出剑就打过的。这就属于一种软性引导逼着玩家在这里卡关，然后呢去其他地方多进行探索。而在玩家找到这个烹饪地点，做了一些食物之后，再回去打那个敌人就会轻松很多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回路，就极大的激励了玩家对于探索的兴趣。我呢其实就是这样后面不惜每条道路都来回多跑几遍，以确保没有错过任何内容。除了这种死胡同式的支线道路呢，这个关卡中同样也具备箱庭式的回路设计。比如说在这个能听到下方敌人交谈的桥上，你呢可以捡到一把实验室的钥匙，此时如果你回头打开后面实验室的门，将开启一大片额外的探索区域。除了继续对玩家进行战斗训练，给予更多的补给讲述更多的背景设定之外呢，最后还设置了个炼金台以此引入了比食物更加高效的回血药剂以及炼金系统。然后这条支线的尽头呢，则是在主路上能直接透过栅栏看得到却走不到的一个地方，同时还在这个位置放置了一个魔法卷轴，吸引玩家的注意力，让你在最终到达这里的时候呢，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但是这条支线最精彩的部分并不在这里而是呢，它还给了一条需要潜行蹲伏才能进入的地道。这条地道最后会通向先前拾取钥匙那个桥梁的正下方，
最后呢，再通过另一条地道把你带回到主路上，并且回到主路的那个位置呢，只在桥梁前方一点点，不会错过任何主路上的内容，让之前的探索体验啊形成了闭环。游戏呢，把这么大一个区域以这种半隐藏的方式植入关卡啊，就会让像我这种细心舔图的玩家非常有成就感。这仅仅是2个我印象最深的例子呀。其实这个地牢中几乎所有的重要奖励都被设计在非必要经过的支线上，但是呢，从主路或多或少都能让你窥见到它们。可以看得出来呢，制作组是非常鼓励玩家去进行探索的，而探索也确实是我游玩时最快乐的体验。根据我对序章之后阿瓦隆地区开放世界的体验呢，也可以感受出，无论是大地图还是小地牢，制作组呢都有在秉持同样的设计思路。比如说我在大地图一个破败的废墟前遭遇了2个强盗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毕竟破败的世界嘛。但是在击败他们之后呢，在废墟里竟然发现了一个神龛，而献上正确的祭品之后他给了我一个能够抵挡1次死亡的戒指。这不就是黑魂的牺牲戒指吗？让我这种魂系老屁股直呼惊喜啊！还有一个名为血池的地方，中央呢有个神像，能进行祭拜。然后如果你进行潜血，竟然呢能在下面发现一个暗门。进去之后是一个小地牢，这里面呢还有一个穿着怪异的看门人要跟我打架，并且希望我能帮他解脱。那么在击败他之后呢，从他的身上可以获得2件强力的重甲，但是呢，我得再升10级才能穿得上。而且他身后的大门被开启，这里面呢还有另一个十分漂亮的区域，甚至最后面还有另一个 BOSS，让我对他的背景呢十分好奇，真的是到处都埋藏着秘密啊。所以本游戏呢，就是用这种半隐藏的方式设计了许多的可探索区域，就有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感。让探索的过程呢充满乐趣，同时这些区域也都会给予很不错的奖励，让我呢就有持续探索的动力。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这款游戏是做得非常到位的。接下来也是这类游戏的另一个重头戏——战斗系统。本游戏呢采取第一人称无锁定无吸附的战斗模式，玩家自己的战斗体验更接近于上古卷轴，而敌人的战斗模式呢则更接近于魂系游戏。刚上手的时候呢，可能有些不适应不过在熟悉了各种攻击动画、闪避和招架都可以熟练运用之后呢，配合上不俗的打击感，战斗还是非常好玩的。据说这个 0.9 版本的更新战斗是经过调整和重置的。我呢也确实能够感受得出制作组投入的热情和诚意。虽然说我本身对于上古卷轴式的战斗呢不怎么感冒，更加喜欢魂系，但本作呢是将2者结合，以上古卷轴的形式做出了一定的魂系打击感这就让我玩得很开心了。再加上多样化的武器组合、各式各样的特殊效果，以及毫无限制的天赋树你能组合出千奇百怪的 build， 也可以呢成为一个全体系都精通的6边形战士。战斗的可玩性还是非常丰富的。另一个和战斗息息相关的呢，就是装备与属性的升级。本游戏给我的感觉是我随时都在优化自己身上的装备，每一小段时间呢就能升1级，不停的探索战斗力就不停的在提升，正反馈是十分充足的。结合上高水平的关卡设计，成为了它吸引我不断探索的原因。所以我最终对于战斗及其相关系统的评价呢，差不多是这样的。虽然在动画表现上还有些生涩但操作感受已经非常流畅了。结合上装备与能力成长，我还是对每一场战斗都充满期待的。好，然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画面表现。游戏的 3D 建模我感觉是相对的短板。小制作组呢，通常难以像大厂那样堆砌美术资源。单看模型和贴图的精度确实不算高，画质呢也算不上是次世代。不过美术风格的整体性还是蛮强的，实际游玩的时候并不怎么影响游戏的体验，甚至呢在氛围感上有不少地方是很能打动人的。这里呢可以先说一下捏人系统，这应该是本次大更新当中完全重置的一个系统。我没有玩过前面的版本所以不知道之前是如何捏人的但是现在呢，感觉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常规的捏人系统。人物建模呢并不算美型，可以自定义的造型也不算很多。不过呢，这种游戏一般都是装备一穿就根本看不到脸的，所以在我看来捏人的重要性并不高，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十分够用了。接下来再来看一看 UI 界面和它的设计思路。UI 界面在这一次更新中也是有大幅度优化的。
我的体验呢是除了少量的 UI， 比如说血条、蓝条这一些啊，感觉还需要继续优化。其他界面当中的 UI 呢，设计的都是很好看的了。这里需要特别提一下与 NPC 对话的 UI 和拾取道具时的 UI 啊，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设计都是以沉浸感体验为优先来进行设计的。我呢是非常喜欢的，它的这种设计啊，节省了操作，界面呢看起来也更加的简洁，还是很有想法的。不过呢，另一个为了沉浸感的设计我就不太喜欢了啊，那就是在没拔出武器的时候啊，血条和道具使用栏的 UI 都会被隐藏，但此时呢，你点击吃药的按键啊，依然会进行执行，这就有点坑了。我呢会时不时因为按错按键啊，导致不知道自己吃了什么，道具就莫名其妙减少了。接下来是场景的整体氛围感，游戏中大多数的场景呢，配合上音乐、配音演出等等，实际体验起来啊，其实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在这个场景当中，主角需要从一个狭窄的横梁上走过去，然后下方啊就有2个巨大的泰坦在无休止的推动铰链。我初见的时候啊是非常震撼的。还有后面呢，来到亚瑟王的陵寝，这庄严肃穆的背景音乐配上巨大的关锅啊，四周的血池，史诗感扑面而来。而亚瑟的配音演出呢，更是提升了整个场景的感受。I am Arthur Pendragon. I led humans to Avalon shores. I built the great halls of Camelot. 所以呢，我最后对于游戏画面的整体评价呀，是中等偏上，有亮点，也有一些小瑕疵。不过对于我来说是完全能够接受的，不怎么影响游戏体验。对于画面要求比较高的玩家呀，可能就需要多考虑考虑了。接下来我稍微给大家聊一聊游戏中的音乐和音效。游戏的音乐呢，整体上我是非常喜欢的，有诡异的、雄壮的、悲凉的啊，都和场景所需要表现的氛围十分契合。配音方面呢，大多数都还是很不错的，一些关键角色的配音啊都很出彩，比如说之前提到的这个亚瑟的配音。不过呢，有些地方啊，这个录音棚的回音还是有点重，在某些场景听起来呢就会有点出戏。音效方面啊，相对逊色一些，一些魔法的命中音效以及一些脚步声稍微有一点突兀，不过呢，整体来说还是中规中矩的。然后我们来看一看游戏的剧情。它的主线故事呢是魔改版的亚瑟王传奇，主角虽然也有点龙傲天的设定啊，但是整体来说并不突兀，比上古卷轴天际要好多了。如果你仔细阅读了游戏内书籍和记录啊，故事背景上还是有足够铺垫的。而实际的主线故事啊，其实还是蛮有趣的啊。这里先不剧透啊，只说一个大概。它的大框架呢，类似于黑魂那种讨伐巨物、获取关键神器，但是引导你的角色们啊，会各执一词，你得自己去选择应该相信谁。估计呢也会有像黑魂那种传火和灭火啊这种不同的结局选项。我感觉呢，这种叙事啊，其实还是很稳妥的，有亚瑟王传说作为基础，在上面魔改一个阴谋论出来，然后嵌入游戏机制，给你一个理由去战斗啊。只要游戏性上做得好玩，剧情呢做成谜语人都没有什么关系。到时候啊，自有大儒来为它辩经。除了主线任务之外呢，本作也有着茫茫多的支线。除了其他角色委托主角的任务啊，也有一些告示版任务，都是一些悬赏猎杀之类的啊。这一点我就非常喜欢了。从当年的巫师1开始啊，就特别爱告示版任务，这里呢必须给他点个赞。除却任务对剧情的构筑呢，本作和上古卷轴等经典老游戏一样，还有着许多书籍、留言、便签啊，从各个侧面丰富游戏的世界观。看起来啊，制作组并没有在剧情上进行敷衍，确实是有认认真真在构筑整个游戏世界的。当然了，除了上面说到的这些比较大的方面，游戏内呢也有着很多增加游戏性的小系统，比如之前提到的烹饪系统、炼金系统，还有和上古卷轴一模一样的开锁小游戏，一个简单的偷窃与刑罚机制，后面啊还会有宠物系统。然后再看 UI 界面的展示啊，应该也会有坐骑，虽然目前啊还没有体验到。这些小系统啊，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游戏的可玩性。最后啊，再给大家聊一聊我认为当前版本仍需要改进的地方。我总共呢是游玩了10个小时左右，目前感觉最大的问题啊，在于大场景的优化。在离开序章的岛屿，来到阿瓦隆之后呢，只要视角转到西北方向，也就是城市的方向，就会有明显的卡顿啊，跑不到60帧了。这种一般啊，其实是因为遮挡剔除远景 LOD 没有做好而导致的。
也有可能是渲染压力没有推入显卡，在 CPU 形成了瓶颈导致的这种现象。希望以后在 1.0 的正式版本时能够解决这个优化问题。bug 方面呢，遇见的比较少，只偶尔在做篝火的时候角色会被物理卡飞。不过呢，这种开放世界游戏bug 通常是不会少的。我的运气比较好，还没碰见什么，但这方面的信息大家还是需要额外多关注一下。再就是一些比较主观的优化建议了。在序章的地牢中有许多场景都很黑暗，而火把呢，则是在序章结束之后才能获得的。我这里强烈建议游戏一开始安排一个火把，这样呢能极大提升序章探索的舒适度。然后我直到序章结束，在一个明显需要跳跃才能前进的场景里，才发现这个游戏里角色是可以跳的。在游戏一开始的各种按键操作提示里呢，也没有给出跳跃操作。我十分建议在序章的地牢主路上就设置一个必须要跳跃才能上去的台阶，同时介绍一下跳跃的按键操作，这样的体验感可能会更好。我们在序章获得的经验值呢，就足够我们的角色升一级了。但是在升级之后需要坐在篝火边才能进行加点，而你升级的时间点和主线剧情教你如何升起篝火的时间点可能会间隔非常久。像我的游玩流程中就有40多分钟的时间，一直是处于升级了却因为没有篝火而无法加点的状态。虽然呢我知道后面主线一定会教我如何生火的，但是呢还是感觉这个设计有点难受，希望以后能有更好的指引。那么总体来说呢，除了优化问题，其他的不足都比较轻微，不影响游戏整体的优秀。相信呢在 1.0 正式版的时候会更加完善。好，经过我上面的介绍相信你对这款游戏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如果你喜欢上古卷轴，喜欢巫师3，喜欢魂系游戏或者天国拯救2，那么很有可能你也会喜欢这款游戏。小厂呢没有办法像大厂那样做宣传，我自己呢也做过游戏，很理解这里面的困难。这款游戏能被制作出来，我都感觉很神奇了。所以呢，如果你感兴趣不妨买来试一试，给它一个机会，说不定呢你也会和我一样沉迷进去。好，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这篇评测，还想看到更多关于这款游戏的内容，请狠狠的点赞、订阅并且转发。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再见。